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胖叔。今天我们来聊24年欧冠的新赛制。从2024年赛季开始欧冠就开始正式启用新赛制。这次改革的催化剂是12支豪门球队合伙攒局，要脱离欧冠，组织超级联赛。该计划在2021年4月官宣后遭到了巨大的争议，不到几天时间就宣告破产。不过也因此迫使欧足联坐回到了谈判桌，加速进行欧冠改制，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在漫长的谈判中多版方案在最后一刻被枪毙，期间各方博弈是十分精彩的。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梳理欧冠新赛制到底是什么，谁受益，谁吃亏，博弈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我们来看最终敲定的新赛制，其中最明显的两大改动就是一，入围球队从32支变成了36支；二，总比赛场次从125场变成了夸张的189场，多了整整 50%。改动最大的是小组赛，以前是6场比赛，明年开始就要踢8场比赛了。前8的球队直接进入16强，第9到第24名的16支球队要再次捉对厮杀，进行主客场2回合的附加赛，决出剩余的8席。更多的比赛对球员来说是更多的负担，但是球队老板肯定是乐见其成，毕竟更多的比赛代表更多的钱，总奖金池变大，算是安抚豪门老板想要另起炉灶自己赚钱的欲望。比赛多了呢，球迷朋友虽然心疼球员，但也会暗自高兴。尤其是曼联球迷，以前1年只能看6场欧冠，现在1年能看8场欧冠了，高兴的做梦都笑出了声直到梦醒了才发现英超现在这个排名1场欧冠都踢不了。那么以前是32支球队，8个小组，1组4支，很好理解。那现在36个球队该怎么踢8场呢？这就要说到从24年开始启用的 Swiss Model， 也就是瑞士模型。那说到瑞士胖叔就很感兴趣。我尝试过港式、泰式、韩式、日式，但还是第一次听说瑞士。瑞士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具体收费是包中划算还是包夜划算呢？好，那今天的时间有限具体更多关于包中还是包夜的话题，如果本视频的点赞超过5000，我们就专门做视频跟大家讲解。那说回到瑞士模型它在匹配的基本原则是每一轮挑选成绩相同的球队进行比赛，所以从24年开始呢，欧冠的36支球队都会在一个大组，根据积分和净胜球进行总体排名，一共进行8轮比赛，每一个球队会和8个不同的球队交手。那假如说比赛进行了3轮之后，3胜的球队就会匹配3胜的球队，3败的球队也会匹配3败的球队。那瑞士模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匹配模型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具体8场比赛的对手和场次都是未知的，必须要在每一轮比赛结束后，根据大家的积分就近进行匹配或者抽签。另外呢，如今欧冠小组抽签同国家俱乐部是规避的，但是在瑞士模型下，如果战绩接近，小组阶段就可能出现皇马对巴萨、利物浦对曼城这样的对决。那不知道这个新模型大家是不是喜欢？反正胖叔是比较期待的，主要原因有2个。首先，有些球队竞技性不高，但是娱乐性很强，常常会奉献出2-0被反超、3-1被扳平、4场送3点、5场丢14球等精彩的操作。这样的球队呢，如果小组赛6场早早回家，实在是赛会和球迷的损失。能把他们多留2场，想必会给赛事带来不少流量。其次呢，就是有些球队脸都不要了，拜仁输完输加拉塔萨雷，再输哥本哈根，接下来没人输但是冷静想想，这支小组的整体实力显然大大超过了这支球队的承受能力，它显然不属于这个小组。而这样一支5场3负1平仅积4分的球队，最后一轮却要迎战5战4胜积13分的拜仁，这实在是对赛会的观赏性和竞技性巨大的伤害。此时瑞士模型的合理性就体现出来了，最符合这支球队水平的就是另外2支同样是5场3负1平的球队，号称葡萄牙阿森纳的布拉加以及奥地利10连冠的萨尔兹堡红牛队。那同水平的球队进行匹配，给球迷带来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岂不美哉？那有朋友会问，这里3个球队战绩相同，多出来的那个踢谁呢？那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反正明年曼联也不在欧冠里了，布拉加就可以直接匹配红牛了。那看完榜尾，再来看看榜首今年欧冠5战全胜积15分的皇马，在确保头名出现的情况下，要去陪确定出现无望的柏林联合走过场。在瑞士模型下呢，皇马将会匹配同样是5场15分的曼城，一决雌雄。这样的匹配机制呢，中立球迷当然是受益良多，但是可苦了球队。因为每年欧冠都会有很多球队提前出现，虽然少了一些悬念，但是球队也有轮休的空间，而且这个轮休的空间是自己挣来的。不过到了新的瑞士模型，只有8个直接晋级的名额，而且强队匹配强队，大家可以想象，绝大多数球队都是要拼到最后一刻的，没有太多轮换的空间。
我们球迷都喜欢死亡之组，欧足联这个安排就是把36个球队全部都分到了一个大的死亡之组，把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这样的安排呢，从商业利润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合理的，但是从球队负荷的角度来说却很残酷。而实际上最开始通过的一版提案更过分，是要把小组赛加到10场而不是8场。那毕竟从欧足联和球队老板的角度来说呢，当然是比赛越多越好。而小组10场提案最大的拥护者就是法甲，毕竟法甲联赛关注度低，要赚钱还是得靠欧冠。法甲甚至在2023年主动把联赛从20支球队缩成了18支球队，就是为了给更多的欧冠赛事让路。但是10场的提案遭到了英超和西甲的强烈反对，理由也很简单，英超西甲国内联赛钱也不少，英超甚至为了挣钱还多搞了个联赛杯，实在是塞不下更多的比赛了。谈到最后，欧足联还是向英超西甲低头了。法甲呢就严重抗议，我这边都缩成18个球队了，木已成舟，你欧冠却出尔反尔，你让我法甲如何是好啊？不过在英超和西甲面前，法甲人微言轻，只能吃了个哑巴亏。那说完了瑞士模型，我们再来说说多出来的这4个名额要怎么分配。最早的一版方案呢，是把其中的2个名额给5年欧战积分最高的未能入围的2个俱乐部。那胖叔之前的视频欧冠席位到底值多少钱中就说过，欧战的积分算法基本就是要维持豪门的利益，其中的2大问题，一曰欧联杯积分超重，二曰历史追溯过长，都是设计出来保护大球队利益的。具体就不复述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我的老视频，我们直接来看看现在俱乐部的5年欧战积分长啥样。前3呢还可以算是实至名归，而利物浦今年虽然要踢欧联，但是靠着前几年的老本排在第5也情有可原，但是曼联排在第7就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而今年没有欧战的切尔西，在23到24年积分是0的情况下还能够占据前列，就更是暴露问题。可以说，如果按照俱乐部的历史积分分配额外名额，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英超。提出这个方案的估计不是姓格就是叫雷泽。那看到这个方案呢，法甲直接拍案而起，10场改8场我就忍了，名额都要由你英超霸占，是不是欺人太甚啊？要知道目前的欧冠4大联赛都是4个欧冠名额，唯独排名第5的法甲只有3个名额。天天说什么5大联赛5大联赛，好不容易盼到改革了，一到分配利益就不带法甲了。那最后这个看俱乐部欧战积分的方案还是被枪毙了，倒不是大家同情法甲，而是这版方案彻底违背了体育精神，将会是首次使得欧冠资格独立于成绩之外。那大家可以想象啊，倘若看历史积分，那么曼联切尔西就算在这个赛季联赛排到10名开外，照样可以踢欧冠。更可怕的是，曼联和切尔西靠着外卡进入欧冠，可以继续积攒欧战积分。长此以往，豪门等于是保送欧冠，把小球队拒之门外，这无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超级联赛。于是最终的方案呢是4个名额，一个给到低级别联赛的冠军，一个给到排名第5的联赛。那以前只有4大联赛有4个名额，现在5大联赛都有4个名额了。法甲总算是长舒了一口气，只不过回头一看，自己的联赛积分仅仅比第6的荷兰高一丢丢，自己很可能很快就要被开除出5大联赛了。那23到24赛季将会非常关键啊！如果欧冠 B 组的 PSV 压过朗斯出线，而 F 组的老大哥巴黎又没有成功突围的话，那最终荷兰真可能在积分上成为第5大联赛。法甲谈判桌上忙活这几年，很可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以后大家算姆巴佩和梅西的职业生涯数据的时候，就不得不算6大联赛的了。那么最后2个名额啊，不再是给到历史积分最高的2个俱乐部，而是给上一年欧战平均积分最高的2个联赛。那比如英超和西甲平均积分最高的话，就会各自有5个名额。那注意啊，我们在决定5大联赛谁有4个常规名额的时候，这里的联赛排名是看5年的积分总和，但是在决定这2个额外名额的时候呢，只看上1年的联赛平均积分。那毕竟英超5年的积分可谓是遥遥领先，额外名额也要看5年的话呢，基本都是年年保送英超嘛。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过去5年的联赛欧战积分排名。23到24赛季欧战才打了不到一半，目前是德国和西班牙领先。有朋友会问了，曼城5战全胜，阿森纳、利物浦、维拉和西汉姆也都表现强势，怎么你英超现阶段积分都进不去前2啊？那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能说这里算的是平均积分。那有请弹幕猜一猜是谁在拖后腿啊？我们再看看过去几年的联赛啊，假如当初就实行了如今的政策，谁将会是每一年获得2个额外名额的国家呢？首先是去年啊，22到23年1、2名分别是英国和意大利，想必大家都是记忆犹新，曼城欧冠夺冠，米兰双雄进入4强，皇马、塞维虽然都拿出了不俗的表现，但奈何巴萨和马竞太拉胯，最终西甲没能压过意甲。
如果当初就实行了现在的政策，那么次年英超和意甲都各自有5个名额入围欧冠。21到22年就更有意思了，赢得额外名额的居然是英国和荷兰。那荷兰在21到22年呢，参赛球队并不多，但是每支球队都有出色的表现，其中阿贾克斯欧冠小组赛6战全胜，费耶诺德更是杀入到了欧协杯的决赛，于是奇迹般的力压西甲，成为了当年的第2。那很显然啊，单看各联赛平均1年的积分也是有弊端的。比如说你21年欧冠冠军是皇马，但是西甲因为出赛球队太多，贝蒂斯、皇家社会、塞维利亚门拉低了平均分，于是平均联赛积分反而不如荷甲。那相信这个制度啊，早晚会因为1年表现的随机性而产生一些争议。另外，目前的积分制呢，也有一些比较奇妙的地方。很多人嚷嚷着今年英超第5也有欧冠，那要知道，额外名额并不一定是铁定有英超一个的。过去4年虽然3年英超都在前2，但如果像19到20年，西班牙和德国才是前2。那我们球迷朋友们设想一下，假如说今年英超赛季结束，曼联是第5啊，我是说假如啊，那英国想要获得额外的名额，恰好就需要利物浦在欧冠决赛战胜皇马，那会不会出现曼联球迷给利物浦加油的场面呢？那另外，俱乐部在欧战的表现好坏，反而可能帮了同城死敌，比如曼城和阿森纳今年大概率都能靠联赛的常规排名进入欧冠，不需要第5个额外名额。而曼城和阿森纳在欧冠踢得好，很可能恰恰最后帮的是好邻居曼联或者热刺。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24年的欧冠改制，如今的版本虽然不完美，但至少强于最初的那些被否决的版本。最初的版本给落魄豪门保送资格，大幅增加比赛，而且增加的还是保底的小组赛，方方面面都让我想到了美国的 NBA。NBA 一年1200场比赛，没有升降级，打得差第2年还能抽乐透签。发展到现在，有轮休的，有摆烂的，有平时摸鱼到了季后赛才认真的。那欧冠这些年商业化虽然愈演愈烈，但我们球迷始终还是保有初心。超级联赛的解体就是最好的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球迷不在乎你是不是大俱乐部，你是上届欧冠冠军也好，曾经的3冠王也好，你这个赛季踢得不好，下个赛季就活该没有资格踢欧冠。这也是当初超级联赛难以成型的最大阻力。在超级联赛流产的那一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社媒上发了一句话 ：Dreams can't be bought， 梦想不是钱可以买的。这句话因为犯了一个语法错误，更让球迷津津乐道，因为他们确信这不是逼费的公关公司代发的，一定是球员本人的心声。而这句话也说出了球迷的心声。也许欧足联和球队老板在乎的是商业价值、转播合同、利益分配，但是对于球员和球迷来说，追求的只是捧杯的那一刻，把瞬间凝成永恒的梦想。我们都不是傻子，自然知道大势所趋。如今足球的商业化越来越严重，更多的球员在乎自己的形象和名誉多于团队和足球，更多的球队在乎自己的利润和赞助多于青训和基建。总有一天我们会蓦然回首，感叹曾经的足球那么的纯粹。也许那一天总会到来，但至少不该是今天。谢谢大家对我视频的支持，希望大家对我的视频点赞、转发，一键3连。